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名字还没有想好的新人 UP 主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带大家去神户港走走。神户地处大阪湾沿岸，早在江户时期就是京都及大阪的外港，是非常重要的对外交流窗口。在幕府末期，列强带着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。1868年，神户成为日本最早与外国通商的5个港口之一。就此，神户也搭上了历史的快车道。在开港以来的100年发展中，神户清晰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，以服务和贸易行业作为支柱，一跃成为日本最重要的都市之一。来，大家注意看这艘渔船。当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了我的朋友 KD， 他说日本不愧是名字里都带日的，连太阳都比较大一点。你看啊，这脑路清奇的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果然就与众不同。这位光头大爷，我和他已经确认过眼神，没毛病，天下烟民是一家。还有这一位正在抽烟的大叔，他的忍者400擦得很亮哦，有没有谁要去标一下？还有前轮不着地的鬼火，我就说嘛，这个世界就是属于鬼火的。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 ，Screw man， great！ 这3位钓鱼的少年后面戏份很重。就在我专心拍摄的时候，突然就看到斜尾处有一大群鱼正在那里游弋。这群鱼虽然我叫不上名字，但是看个头都不小，目测每条都有70-80公分，时间上下样，看起来像是淡水鱼中的白鱼。这是哪位好心人在这里打的窝吗？虽然无数的念头现在在我脑海中闪过，但我知道历史上冰岛和戴因因为鳕鱼打过仗，巴西和法国也因为龙虾动过干戈。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冲突吧，我还是决定和这3个小哥分享这个情报。我把小哥召唤过来了啊，看看他们的手艺怎么样。哎，鱼呢？哦，鱼在那边，鱼在那边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好，现在小哥一番战开始。サビキって何やったっけ？普通の竿持ってきて。いいよいいよ。もしいいよいいよ。いいと。その。バーンって人に投げろかよ。で、大年の。半小时以后，少年还是没有把鱼钓上来。也许是今天的鱼并不饿，又或许今天惠比寿刚好忘记保留少年的鱼缸。夕阳的余晖填满海港，金色的光辉在海面上跳跃，波光粼粼，仿佛一首未完待续的歌。少年和他的伙伴并排坐在海地上，晃荡着腿，时间像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海风吹散，零零碎碎地落在他们的身后。浪花一次次拍打着礁石，像是在与他们耳语，讲述一些古老又无人细听的故事。少年盯着远方的地平线，那里的云层被余晖揉成一团金色。他随手拽了拽鱼线，什么也没有钓上来，便叹了口气，把鱼竿往身后一扔。伙伴看着他，嘴角微微扬起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少年瞥了他一眼，突然伸手拨弄起伙伴的头发，伴随着一阵笑声，两人很快扭作一团。海风渐冷，夜色渐浓，我站在海港的另一端，他们的背影有些模糊，却迟迟没有离开。说罗曾说，朋友是另一个自己，
是我们未曾表达的渴望，在沉默中彼此明白。少年时代的友情如海风拂面，清澈而温柔，纵然时光悠悠，也足以温暖漫长的一生。那些没有钓到的鱼，连同这片海港，被一起打包进了时光的角落。很久以后，这些回忆会像远处的渔火一样，不着痕迹地点缀着斑驳的人生，又像一个个信标，让回流的鱼儿不至于迷路。这便是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注脚。